刘坚于大学金融系毕业之后，靠在网上投资，早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。之后过了一段纸醉金迷、夜夜笙歌、灯红酒绿的日子，但这种生活很快就令刘坚觉得厌倦起来。刘坚每天对着这些好酒名车、美女，反而觉得心灵空虚。刘坚放弃了奢华的生活，背着背包，一个人到处旅行，寻找心灵上的宁静。他在泰国旅行时遇到一个令他倾心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叫小田，是一个泰国华侨。小田虽然年轻，但已经拥有自己的事业。她从事自媒体制作，使用 AI 制作不露面的视频，在不同的平台拥有几千万的粉丝，掘了很多桶金。刘坚不单迷恋小田的外貌，他更迷恋小田的内涵。小田和刘坚一样，都不喜欢奢华的生活，而是追求心灵上的满足。平时喜欢读书、写作、音乐和艺术，而不是吃喝玩乐。刘坚的真诚追求终于打动小田，两人成为情侣后，刘坚亦留在了泰国，住进了小田的家，那是一间海边的别墅。两人非常恩爱，过在令人羡慕的生活。由于两个人的工作都十分自由，所以他们也会到处旅行，环游世界，享受每一个浪漫景致。刘坚需要去做财经分析，而小田亦需要制作视频，所以有时候他们亦会有各自的私人空间。这天，当刘坚一个人外出时，遇到一个老和尚。老和尚见到刘坚时，露出诧异的神色，并且对刘坚说：“你身上有妖气，你的身边可能有妖怪。”老和尚说完之后，一掌拍落刘坚的头上，并且说：“我这一掌可以帮你看清真相，若你有需要帮助，可以到前面的佛寺找我。”刘坚莫名其妙地被老和尚打了一掌，觉得自己遇到无妄之灾，十分委屈。但他见老和尚的表情十分严肃，并不似是跟他开玩笑，所以刘坚最终都没有发脾气，只是默默地看着老和尚离开。回到家里，刘坚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小田，因为在刘坚身边的就只有小田一个，若说刘坚身边有妖怪，那不就是说小田吗？刘坚和小田一起之后，每一日都是睡到自然醒，而每当他醒来的时候，小田都已经做好早餐，并且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其实刘坚从来没有见过小田没化妆的样子。小田说，一个女人打扮自己，不是为了讨好男人，而是为了令生活升华，就像为一段曲谱加上伴奏，在房子入面燃点香薰。而一个女人真正爱一个男人，就只会让他看见自己最漂亮的样子。在刘坚被老和尚打了一掌之后的第二天，还未天亮，刘坚就睡醒了。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。他看见小田已经不在床上，就想去找小田，与他一起做早餐。当刘坚看见小田时，发现小田好像正在化妆。出于好奇，刘坚就默不作声偷看一下小田正在化妆的样子。但一看之下，刘坚就被吓到了。这时小田的样貌十分恐怖，简直就不像是人类的样子。刘坚想到了老和尚的话，难道他说我身边的妖怪就是小田吗？想到这里，刘坚慌忙地回到床上，假装还未睡醒，一边盘算着是不是要去找老和尚帮忙。天亮之后，小田和平时一样化好了妆，煮好了早餐，然后等刘坚起床。刘坚也装作若无其事的，强装镇定，和小田一起吃早餐。突然间，小田就问刘坚：“你刚才是看见我未化妆的样子吗？”刘坚被吓了一跳，一时之间不懂得如何回应。我明白了，原本我施了法，你是不会这么早就醒来的，应该是有神通广大的人破解了我的法术。正如你所看见的，我不是人类，而是山精妖怪，但是我向往人类的生活，所以才扮成人类的样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对你怎么样。你吃完早餐之后，就收拾东西离开吧。我很感谢你，
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时光会是我永久的美好回忆。都说男人是视觉动物，当刘坚看见小田妖怪样子时，十分震惊。但眼前的小田却是貌美如花，看着这张令自己万分迷恋的美丽面孔，刘坚完全忘掉了害怕。其实我为什么要走呢？我都坦白了，我是妖怪。我明白你是妖怪，但那又如何呢？你不害怕吗？严谨一点来说，我是觉得意外，但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你是吓傻了吗？我可是妖怪哦。你是妖怪，但你不会害我，不是吗？我和你在一起这么久，若你真要害我，你早就有无数的机会，但你从来没有害我，不是吗？你知道要找到一个灵魂伴侣一起生活是多么难得的吗？我不在乎你是人是妖，我在乎的只有一个，你是你。只要你的性格是真实的，只要你对我的爱是真实的，就算你是妖精，我也愿意永远和你在一起。但你不嫌弃我真实的样子很丑陋吗？现在大家都习惯了女人化妆前一个样子，化妆后另一个样子，这是平常不过的事情。而其他的美女，3年5年过去之后，皮肤就会变差，身材亦会走样，到时就算怎样，化妆也于事无补。但你就不同，你会永远年轻貌美，皮肤又嫩，身材苗条，明艳动人。你说我会傻到嫌弃你吗？被你这样夸我，我的自信又回来了。还有，你不但多才多艺，知识储备丰富，有审美眼光，追上潮流，又会赚钱，又没有不良嗜好，又善解人意，体贴入微，简直系是集美貌、智慧与修养于一身。就算你公开自己妖精的身份，愿意娶你的男人一定比泰国的人口更多。谢谢你，我信你真的不嫌弃我了。但有件事我想和你说明一下，其实我习惯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为自己画一张新的面孔，就像一个画家不停有新作品一样。若我之后经常改变面孔，你会介意吗？相信我，这是世上所有男人都不会介意的事情。不久之后，刘坚的朋友发现刘坚恢复了本性，身边的女伴不断换人。不过奇怪的是，刘坚的新女朋友永远都叫做小田。